我叫林宇，在景慈镇学了8年制瓷，从拉坯到调釉，每一步都练了成千上万遍。这张入职报名表是我熬了半年准备，凭初赛第1的成绩换来的。青洛，陶瓷厂最终考核下周就开始了，等我入职学了正统官窑技艺，咱们就能安稳过日子了。你陶瓷厂那个入职名额没了。没了？初赛成绩公示清清楚楚，我的名额怎么会没了？你怎么知道的？我托关系把强子塞进去了，谁知道刚好顶了你的名额。苏强，他连最基础的拉坯都不会，怎么能进陶瓷厂呢？再说了，这可是我熬了大半年才换来的名额，你凭什么让他顶替我？林玉，凭你的能力，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但强子不一样，他要是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出路了。这钱你拿着，就当我们给你的补偿。钱，在你眼里，我的努力，我的未来，只值这点钱是吗？那不然呢？你做了8年瓷器，到现在还只是个小学徒，这点钱已经是我能拿出的全部了，你也别太贪了。我贪，是你们抢了我的名额。就这样吧，名额已经定下来了，等强子稳定了，我们再补偿你，你别计较了。8年苦练，日夜钻研，我可以不要这名额，但我得让你们知道，手艺不是人情能买走的。这不是那个初赛第1吗？我听说他的名额被他女朋友弟弟顶了。真的假的？那也太惨了，感情抵不过一个正式工名额啊。王副厂长，我是林宇，我带了我的参赛作品，希望您能看一眼。林宇不认识，我们厂不收学徒工，赶紧走。就5分钟，如果我的作品入不了您的眼，我立刻就走。王叔，这是我托人从乡下带来的土茶，您尝尝。去开门吧，人家都上门了，总得找个理由打发走。王叔您放心，我不会让这人给您惹麻烦的。先让我看看你的作品，连我的眼都入不了，就别想给王叔看了。王副厂长，这是我独立完成的薄胎瓷瓶，胎体厚度不足2毫米，透光可见指纹。这东西，整个景慈镇能做出这种水准的学徒不超过3个。王叔，等我进了厂，学了技术也能做出来，您不能因为这跟规矩过不去啊。薄胎瓷工艺是不错，但这种烧10件成1件的玩意儿在厂里不实用。我们要的是能批量生产的熟练工，不是搞艺术。就这破瓶子，我姐说你整天鼓捣些没用的东西，原来就长这样了，还没我家的陶瓷缸结实呢。苏强，你干什么？这是我熬了3个通宵做的，你凭什么弄碎？凭什么？凭我马上就是宏盛陶瓷厂的正式工。王叔，这种人做的东西根本就不经用，来了也干不了什么活，只会浪费原料，可不能让他进厂天天糟蹋东西。林玉，你不符合我们厂的要求，名额的事儿已经定了，你赶紧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王副厂长，您今天收下一个连拉漂都不会的废物，一定会后悔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连拉坯机都没碰过的人，不是废物是什么？够了！苏强，放开他！林宇，我最后说一次，名额的事已经定局，你再纠缠，我就让保卫科把你列入黑名单。景慈镇的陶瓷厂圈子不大，你考虑清楚。不用您费心，这种靠关系堆砌的厂子，我不懈怠。滚吧！以后见了我，记得叫苏师傅。等我学会了官窑技艺，你就是给我提鞋都不配。苏强，你记住今天说的话，凭关系进去的，永远学不成真手艺。装什么装？一个没背景的穷学子，还能翻天不成？别理他，以后你跟着我，好好学。虽然你底子差，没人敢小看你。谢谢王叔，我一定好好干，不给您丢脸。难道现在只凭手艺，真的没有人情管用吗？小兄弟，这是薄胎瓷吧？怎么碎成这样？您认识，这是薄胎瓷，只不过被人捏碎了。您还要看吗？胎体确实薄，釉色也润，谁这么不懂行，把这么好的东西糟蹋了？副厂长的新徒弟王安，他招了个什么徒弟？我将在王安办公室里的事情经过简单说了一遍，语气平淡，没有添油加醋。这个你能修好吗？可以修，但我需要工具，我准备回家再修。我是宏盛瓷厂的厂长周百年，我可以跟你回去吗？我想亲眼看看你是怎么修的。您是厂长，您为什么信我能修好？我做了30年瓷，你既然能做出来，那肯定是可以修好的。好手艺，这是金触，不是正统金属，是我自己琢磨的修法，用相近的釉料填补，控制窑温，让新旧釉面融合。正统金属用金漆，太显眼。
不适合这种素瓷。小兄弟别谦虚了，修宾稳，上游匀，机理把控精准，还能自己琢磨出新法子。年轻人，功底扎实，脑子也活。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宇。林宇，我厂里最近在做一批仿古青白瓷，遇到点难题，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不是正式入职，先试工，按件计酬。我愿意，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明天你来厂里找赵主管，就说我让你去的，他会给你安排活。手艺还是有出路的。王安、苏强，你们早晚会知道，真本事是顶不掉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谁让你进来的？出去！我让他来的。我昨天看了，这小兄弟手艺不错，那批仿古青白瓷让他试试。厂长，这小子来路不明，而且先试工1周，做得不好，自然不能留在厂里。咱要是做好了，该给的待遇不能少。去找赵主管，他会告诉你做什么。老王，咱们都老了，厂里需要新鲜血液。是。李玉，你等着吧，我早晚把你赶出去。这批仿古青白瓷是省博物馆的订单，要求复原宋代影青瓷的质感。厂里做了3个月，要么釉色发灰，要么开片不均，始终达不到标准。釉料配方有问题。影青瓷的透明度靠的是釉料中氧化铁和氧化钙的精确配比，还有少成气粉。这批釉料钙含量偏低，铁含量偏高，所以发灰。你倒是说的头头是道，但这里的活儿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行的。我学了8年制瓷，从原料分析到烧成控制，每一步都自己做过。您给我一批料，让我试试。口气真大，我们这群老匠人都拿捏不住，他一个学徒还想搞定。让他试试也好，撞了南墙就知道深浅了。各位师傅，我知道大家不信，但我敢保证，我出手的这批青白瓷，残次率不会超过2成。如果做砸了，所有原料损失我一人承担。好，那我就给你一批原料，让你全权操作。但说好了，1周为期，做不出来，你走人。好，那我就先谢谢赵主管给我这个机会。这小子还真有一套。这釉色层次、胎体厚度比咱们之前做的还要规整，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手艺得练了多少年？之前是我们小看他了。小林，你这手艺太厉害了，我们厂里捡到宝了。只是找到了配方的问题。这批青白瓷的关键之处在于还原焰的控制，多1分则灰，少1分则闷。走，我带你去找厂长。不用了，我来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小林，你果然有这个手艺。从今日起，林玉正式入职宏盛瓷厂，薪资按熟练工标准，担任仿古青白瓷项目技术员，协助赵主管负责项目研发。才来1周就当技术员了？你能保证残圮率控制在1成以内吗？人家是真做出来了，你别眼红了。多谢周总赏识，多谢各位师傅包容。
我定不负信任，用心做好每一件瓷器。雨过天青的釉色，古籍记载雨过天王云破处，但这配方试过多次了，始终差那一点。小林，雨过天青难度高，多少老匠人都没能复原，你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厂长，我查过古籍，雨过天青的关键在于釉料中微量金属氧化物的配比以及窑温曲线的精准控制。我已经找到方向了，再给我2个月时间。好，我给你2个月时间，需要什么资源，厂里全力支持，但记住，不要把自己逼太紧。好。苏强，修皮是基本功，你先修一块我看看。这破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弄？你这叫修皮？连最基础的刀法都不会，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跟你一样都是工人，你凭什么指挥我？我不会，你教我不就行了？你这态度，谁愿意教你？我是要做瓷器大师的，你上来就让我修泥巴，你是不是故意打压我？你顶了别人的名额才进的厂，居然还不思进取！谁顶名额了？你不要胡说八道！厂里谁不知道你姐给你买的名额？还好林毅争气，凭真本事进宏盛了。林毅，他怎么进的宏盛？关系户就是关系户，烂泥扶不上墙。该死的林宇，凭什么他风光，我就得受这种气？这是第37次试验了，这一次温度曲线再降10度试试。釉色温润如玉，青中透蓝，雨过天青，真的做出来了！成功了，第37次，终于成。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资格。2个月，37次失败。王安，你说的对，这确实是烧时间费时间的艺术品，但艺术品自有艺术品的价值。这窑是批量生产的雨过天青瓷，温度曲线必须严格按我设定的走，不能差5度。林师傅放心，我们盯得紧呢。雨过天青只是开始，古籍记载的汝窑天青，那才是巅峰。但那是后话了，先把这批订单做完。林宇，你一个野学徒出身的，凭什么风光？我让你这窑全废了！苏强，有人往窑里撒了东西。林师傅，这是什么？石英砂，混入釉料后会形成硅斑，釉面全毁。我就去了趟仓库，怎么会这样？这下完了，一窑的雨过天青，得损失多少钱啊？石英砂已经混入，无法取出，现在停窑，损失已定。但如果利用石英砂的熔国特性，继续烧，把温度再提高20度，延长保温时间。这不符合配方啊！如果控制得当，可以让它形成独特的泪痕效果，化缺陷为特点，这是唯一的办法。这也太好看了，比原来的雨过天青还要有韵味。我烧了一辈子瓷，从未见过这样的效果。小林，你又创造了新东西。这批雨丝纹雨过天青，比原来的更值钱。苏强没毁掉这批瓷器，反而成就了新的釉面效果。苏强干的，我看着背影像他，但我没有证据。我的厂里还有这种蛀虫。小林，这事我调查清楚，给你个交代。周总，不必了，让他去吧，跳梁小丑而已。我的目标是明年的全国陶瓷艺术大赛。好，有志气，我全力支持你。但厂里的规矩不能破，苏强破坏生产，一旦查实，必须处理。经过调查，窑工已证实看到苏强在窑房附近徘徊，且苏强无法解释当天行踪。苏强破坏生产，记大过处分，扣发3个月奖金。调离技术岗位，去原料车间做搬运。王安作为引荐人，负管理责任，扣发1个月奖金。厂长，苏强年轻不懂事。老王，你引荐的人，你负责到底。但要是再有下次，就不是扣奖金这么简单了。林宇，都是你害的我。意外可以变成创新，但创新不能只靠意外。
我要把雨丝纹的成因搞清楚，变成可控的技术。小林，全国陶瓷艺术大赛的通知下来了，明年3月举办，有现场创作环节。现场创作，这正是我想要的。但参赛名额有限，每个厂只能推荐1人。我已经提名了你，但还需要通过协会的资格审核。资格审核需要什么？作品审核加上业内推荐。我已经给你写了推荐信，但还需要一位有分量的人背书。周厂长，您认识陈老吗？陈景州大师。非遗传承人陈老，你认识他？不认识。我小时候做学徒，远远看见过一次。如果我能得到他的推荐，是不是就能参赛了？我试试。但陈老脾气古怪，不轻易见人。你就是那个复原雨过天晴的小子？是，但复原只是开始，我想做的是传承。年轻人口气不小。周百年说你想要我的推荐。是，但我想先请您看看我的作品，再决定是否值得推荐。修复的不错，有自己的想法。雨过天青，釉色还欠点火候，青中泛蓝不够自然。但雨丝纹这个创意有点意思。你知道汝窑天青吗？宋代5大名窑之首，汝窑为魁。自南宋以后，技艺失传。我研究了一辈子，也只复原出7、8分相似。你敢不敢试试？敢，但不是为了比赛，是为了弄清楚古人怎么做到的。好，有这份心比有手艺更重要。推荐我给你写，但有个条件：比赛前你每周来我这儿学1天，我要看看你是不是那块料。谢陈老。你这东西赶紧拿回去，我不能收。全国大赛的参品名额向来是凭手艺、凭实教说话，规矩摆在这儿。赵主任，我不是为自己。那个林雨，您听说过吧？雨过天青那个，听说了。陈老还给他写了推荐，手艺是不错，可人品有问题呀。他在我们厂的时候偷过配方，还破坏过同事的窑炉。有证据吗？您看，这是厂里的违规登记，还有工友看见过。这张泄露的配方残页和厂里存档的绝密配方高度匹合，就是从林雨的工位抽屉里搜出来的。这确实需要核实，但确实没法他直接定论。赵主任，这种品行不端的人，要是让他代表咱们省参赛，万一出了事，协会的脸往哪儿搁？这样吧，我会向评委会反映这个情况，在核实清楚之前，他的参赛资格暂缓。赵主任明察秋毫，但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核实出这些记录是伪造，证词是串通的，那今日你要全权承担诬告和扰乱评审的责任。当然，一切以协会核查结果为准，我绝无半句异议。小林，出事了。厂长，什么事？协会刚发来的文件说，有人举报你品行不端，要求暂停你的参赛资格。厂长，这些都是断章取义。我肯定相信你，但协会那边得看证据才能恢复你的资格。厂长，参赛资格我不能丢，但我更不想靠辩解来赢。你的意思是？我想申请参加现场考核，当着所有评委的面，从零开始创作。如果我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并且获得评委认可，就证明举报这些全是假的。好，这才是我认识的林雨。我这就去联系协会，给你争取现场考核的机会。同时，我会把厂里的处分记录提交上去，证明你的清白。
林玉，评委会将对你进行现场考核，你需要在12小时内，用现场提供的材料完成一件不低于雨过天青水准的作品。如果失败，取消参赛资格。12小时，雨过天青那种级别的作品，正常要烧制好几天呢。这小型电窑功率高，但12小时也紧得很。而且现场配釉难度太大了。我接受考核，不过我有一个请求。说，我请求让举报我的人站出来，当面与我对质。如果举报属实，我甘愿受罚；但如果举报不实，我希望协会追究诬告者的责任。林宇，举报你的人是我，但我也是担心你坏了咱们省陶瓷界的名声。你说我偷配方毁窑炉，可有证人，可有物证？厂里的处分记录显示，破坏生产的是苏强，被处分的人也是他。你凭什么定我的罪？凭我手里有你违纪的记录。王安，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什么赌？如果我12小时内完成作品，并且获得评委一致认可，你就当众承认那些举报全是污蔑。反之，我林宇从此退出陶瓷界，永不至此。小林，这赌注太大了。王安，你如果不敢接，就等于默认诬告。好，我跟你斗。考核开始，计时12小时。这拉坯手法，没有10年功底做不到。更难得的是那份从容，他居然先花1小时摸底。他在做什么？从没见过这种配釉方法。这是宋代秘传的紫口铁足配釉法的雏形，我在古籍上见过，但具体配方早已失传。我坐在窑旁，每隔10分钟记录一次温度，调整电窑功率。8小时后，窑温达到顶点，我调整至保温状态。最后半小时，我等待窑温自然降至安全范围。时间到。那是一件梅瓶，釉色青中泛紫，口沿处釉薄显紫，足底露胎呈铁褐色。更妙的是，釉面布满细密的金丝铁线，在光线下熠熠生辉。王安，该兑现你的承诺了。我承认，之前的举报全是污蔑。谢谢各位评委。这件作品，我命名为破茧。破茧成蝶，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不是外界的施舍。小林，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愿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陈老厚爱，林宇求之不得。经厂里研究决定，林玉同志晋升为技术主管，全面负责厂里的研发工作。王安副厂长因管理失职诬告同事，暂停职务，接受调查。
由张师傅暂代副厂长职务。王副厂长，希望调查结束后您能回来，咱们一起把厂子做好。林雨，好久不见。你有事吗？我看了新闻，你在评审会上太厉害了，紫口铁组、金丝铁线，整个陶瓷界都在谈论你。林雨，我知道错了，当初是我鬼迷心窍，为了强子委屈了你。可我现在明白了，你才是真正有出息的人。苏青洛，你现在说这些，是因为我有出息了。如果我还是那个穷学徒，你会多看我一眼吗？我真的后悔了。强子什么都做不好，还被厂里处分。我不该相信他的，我相信你的。所以你不是后悔背叛我，而是后悔赌错了。林雨，你真的一点都不念旧吗？我们8年了。钱还你。这不是为了证明你错了，是为了让我自己心安。我林雨不欠你们的。曾经我把你当作全世界，现在我才明白，我的世界不该只有爱情。但我不恨你，恨一个人太耗心力，我要把心力留给瓷器。从今日起，林雨便是我的关门弟子，慈心一脉，后继有人。师弟，爷爷让我把这个给你。爷爷说慈心2字是咱们这一派的传承印记，这是……但爷爷还说，传承不只是技艺，更是心性。你要经得起烈火，才配得上这枚印。师父，师姐厚爱，林雨定不负所托。这么晚了，还在钻研？师父，我在研究汝窑天青的配方。古籍记载，汝窑天青需要玛瑙入釉，可具体比例和烧制工艺始终没有确切记载。汝窑天青，宋代5大名窑，汝窑为魁。可自南宋以后，汝窑技艺就失传了。我研究了一辈子，也只复原出7、8分相似。师父，全国大赛上，我想尝试复原汝窑天青。汝窑天青，这难度可不是一般高啊！你现在的火候还差些。我知道，但雨过天青我能复原，紫口铁锁我能重现，汝窑天青我也想试一试。赢不赢不重要，我得对得起师父传给我的慈心。好，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本心，这才是匠人。但你要有心理准备，这可能需要几年，甚至一辈子。这是我师父的师傅传下来的汝窑秘录，里面记载了汝窑釉料的部分配方和烧制要点，但最关键的火照技艺已经失传。师父，火照技艺是什么？火照就是窑工用来观察窑内温度和气氛的陶片，汝窑烧制需要精准到毫厘的火照判断。我师父临终前也只说谢可清了3个字，再没来得及说别的。谢可清，火照的颜色变化对应的是温度节点，如果能找到这个节点，师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但可能需要您的帮助。半年时间，我记录了上千组数据。我发现，当窑温达到1280度时，火照陶片确实会呈现出谢可清色泽，但只持续短短几10秒。师父，我找到了，
蟹壳青出现的瞬间，对应的是釉料中氧化锑和氧化钛的还原反应温度，但这只有几十秒窗口期，传统火照靠肉眼观察，根本来不及反应。妙啊！将经验转化为数据，这是古今结合。但电气店能测温度，能测气氛吗？还原火的浓淡靠的是眼看鼻闻，仪器能替代？不能完全替代，但我们可以结合。师傅，您负责看火闻烟，我负责控制温度曲线，咱们师徒联手试试。好，我师傅要是知道他的蟹壳青被你们年轻人用这种方式接过去了，九泉之下也含笑。焰色转青，还原焰起来了，稳住，1280度，蟹壳青出现了，师傅。颜色对了，但还不够润，再保5分钟，5分钟了，可以了，停火。釉色发挥还是差了点火候。汝窑天青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釉料配方没问题，问题出在冷却速度上，自然冷却太快，釉层没有充分结晶。蟹壳青只是开始，后面还有釉层刺晶的过程。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为何失败。小林，你已经具备大师的心态了。我又失败了17次，每一次我都调整冷却曲线，延长降温时间，第18次。气泡，是釉料研磨不够细，还是玛瑙粉的烈度不对？第24窑再次点火，这一次我等了整整3天，让窑温以每小时不超过20度的速度降到室温后才开窑。天青，这就是汝窑天青。我师傅临终前念叨了一辈子的天青啊！师傅，汝窑天青被您徒孙做出来了，用的是您传下来的蟹壳青，加上年轻人的新法子。2年，48次失败，这才是手艺的价值。它不在我手里，在火里，在泥里，在一代代人的心里。今天要加强安保，汝窑天青太珍贵了。您放心，展厅有专业安保，林瑜自己也做了准备。这是汝窑？这是按照宋代汝窑工艺复原的作品，釉料配方中的玛瑙成分，烧制技艺中的蟹壳青火照节点，都严格遵循古法，但控制手段结合了现代温控技术。不可思议！你这件作品的釉色跟我见过的宋代汝窑收藏品几乎一样，完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就，是我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技艺，我只是接住了这一棒。王叔，就这么看着他风光？风光，我被他害得丢了工作，他等会儿就风光不起来了。这个滴在釉面上，釉面会起雾，再完美的瓷器也会花掉。等他赛品被毁，看他还怎么得意。王叔，这会不会太过了？这是犯罪啊！我不敢去。你怕了？等我被周百年整死了，他就会放过你吗？你别忘了，你抢了林宇的名额，他真的不记恨你了。你就不怕他发达了报复你？蠢货，就算败露了，也是你替我顶罪。你要做什么？苏强，你想做什么？小王，想去哪儿啊？青手酸，你们竟敢在全国大赛作品展厅上搞破坏，这是刑事犯罪！我不知道，是苏强自己。是他让我干的，瓶子是他给的，你们去他家搜，肯定还有。你胡说，我没有。真的是他。林玉，姐夫，你相信我。别叫我姐夫，我跟你没关系。都别吵了，我现在就报警。警察不会冤枉无辜的人，也不会放过做恶事的人。自作孽不可活，但我没有赢的快感，只有累。这条路，他们本可以不走。小林，你的路还长着呢。
这种小人不值得你分心。所有人都打不倒我，不是因为我很强，是因为我身后有师傅，有无数代人的手艺。我只是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我和陈老联手设计的慈心窑，结合传统柴烧和现代温控，这一座座窑炉烧的瓷器，每一件都是精品。小林，厂子的技术股我给你留了一份，是你应得的。没有您的知遇之恩，没有师傅的倾囊相授，就没有我林宇的今天。这股份我受之有愧，但如果厂里需要我一辈子都不。这件汝窑玺是故宫调拨来的，破损严重。传统的修复方法，要么用金造，要么用化学粘叠，都会破坏原有的质感。如果用咱们复原的汝窑釉料调配出相近的颜色，再采用修复技法，但难点在于骨瓷的胎体经过千年老化，新釉料怎么融合？但老化胎体的问题，我想到一个办法，先用纳米级的毛粉填补裂缝，过渡层，这样新旧技术之间有个桥梁。林宇，咱们一起试试。好，我们一起。这简直是神技，无痕修复，国内还是首例。这是林宇的想法，是他复原的汝的釉料起了关键作用，我只是做了些拼接的工作。是师姐的拼接技艺精湛，我只是搭了把手。而且这个纳米玛瑙粉过渡层的想法是师姐提醒我的，她说修复骨瓷要尊重她的年龄。你们俩啊，就是天作之合。这样，我给你们申请一个联合项目，专门研究古陶瓷修复技艺，怎么样？我带着一套4G瓷参加国际陶瓷博览会，春之雨过天青，夏之青白影瓷，秋之紫口铁足，冬之汝窑天青，4件瓷器，4种釉色，4种意境。This is not just a craft. This is philosophy. The Chinese have burned time and life into the porcelain. 我凭着4G瓷获得博览会最高奖——钻石奖。恭喜你，小师弟。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从修复第一件骨瓷开始，我就知道这条路，我想和你一直走。那你要说话算话，此心永恒，也是我心永恒。8年前，我只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学徒，现在我却站在这里，拿到了国际大奖。但我明白，真正的巅峰不是奖杯，是你这里。此心永恒，不惧烈火，不畏磨砺。此心永恒，也是我心永恒。但这颗心，不只是我的，是周厂长的，是所有匠人的。我接住了这一棒，以后咱们一起传下去。我叫林宇，一个普通的陶瓷匠人。我用8年时间从学徒走到这里，但我明白，真正的巅峰不是奖杯和荣誉，而是那颗历经烈火而不改其志的瓷心。